在昨天我们讲过一些观点啊，也是呢在这段时间我们有去经常提到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来简单再提一提。昨天我们讲到的就是之前如何去，昨天去看演唱会了，看哪个人的演唱会啊？好，来，那么在之前为什么说这个地方会有风险，以及呢我们要去规避这种可能会发生的一个下跌行情，这么好吗？其实之前阿哲呢，最近这段时间也是有点想去看啊，但是呢票不好抢啊，所以呢还是乖乖的这个在这里给大家去直播了。好，当某一天可能你看到阿哲不在开播的时候，可能就是看演唱会去了啊。不过这个票太难抢了，有些票。好，那么是不是在这一个位置的一个高点处，它其实呢很多时候都出现了下跌，因为目前的美股市场是一个震荡的市场。那么震荡的市场，它的特点就是它的一个上涨有一定的空间局限，下跌也同样有一个空间局限，所以才被称为震荡的市场。那么之前我们给过两个压力位，一个呢是20158.40和20057.88。好，这个价位呢，股价每一次出现上涨到了这附近就要小心，除非呢出现一根大阳线有效或者说跳空强势的突破之前，美股市场这一个位置一旦触碰，你就要小心了。特别是在有获利的情况下，你应该呢去做获利兑现，这是之前我们讲过很多次的观点。好，那么一次次走过来，你也会看到，之前这里呢确实也应该去卖出，因为呢它当时一直没有去突破啊，连收盘都没突破过。就截至目前为止，这两个压力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次的上涨反弹能够去收盘突破的，所以每到这个区域你要小心，包括未来可能下一次它又上涨了，又到了这个区域，如果收盘还是不能突破，你一样要去小心。所以当前的市场就是震荡市场。好，震荡市场我们知道它的上轨在哪里了，那现在就是它的下轨在哪里，就是它的一个下沿在哪里。但其实它的下沿呢没有一个像目前那么标准的一个价格，就是我们上方呢画了一个区域是上轨，好，但它的下轨是不确定的，因为下轨是对于空方下跌时我们的一个限制。但你会发现的是，最近的市场的一个低点，它其实前面呢是一直有创新低，也有前期走的走势是一个下降的走势，是一个下降的楔形，之前我们有画过。应该不卡吧？大家刷新一下就行大家刷新一下应该就正常了。好，然后后续的股价的低点是不是没有再降低了？所以呢，市场的低点最近呢都是在抬高的。那这一次的下跌，假如呢低点也在抬高，那其实整体呢就是一个上行的走势。所以当下的一个美股市场，它的震荡区间，它的下沿是一直在变化。但是整体来讲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划分。它一个相对的前期的这个点位，大家能看到的吗？阿哲的头顶上就左侧的高点这里呢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支撑，可以作为目前震荡市场的一个下沿辐射的区间。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看待前方这个高点的支撑好，它为什么可以作为目前震荡市场一个下沿的辐射呢？那明明之前这里跌了很多次，都跌超了这个空间，这个支撑包括这些都跌超了，那我怎么用它来去界定目前下跌它是在这附近容易的受到支撑？好纳斯达克是您看一下同学们的一个回答是的。好，那么首先呢，支撑的话它有两种体现，就是它有两个方向可以去观察某一个价位是否有支撑。因为我们知道支撑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价格虽然阿哲呢可能上面画了一个具体的两个数值，但是其实表达的呢它也不是具体的某个价格，它是某一个价格它上下辐射的区间都是容易产生一个支撑和压力的，不是专门准确的某个点。好，那么这前高附近也是的，它是一个某一个区间辐射的范围容易产生支撑。好，那么这个支撑呢，它有两种表现，第一种是最好的，就是股价的价格都跌破不了它的收盘价可能都无法去收在它之下，这是最好的，说明这个支撑是有效的。
那你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收盘价都难以去跌破？所以当时呢，首次回踩前高时呢，叫做第一种支撑位的看法，就是它是支撑，它的收盘价都跌不下去，所以它是一个有效的。好，第二种就是对于某一个支撑，它可能收盘价跌破了，像你看到的，这一个属于收盘价没有跌破，是吧？它收盘价没跌破。好，那像这些位置呢，都属于收盘价已经是跌破了的。好，那么支撑位收盘没跌破是好的。那收盘跌破之后怎么看呢？就看一下它会不会是某一个支撑位出现的假的破位啊，就像我们所说的创新高突破前高它也不是说所有时候都有效吧。创新高之后回落的，创新高之后再跌回来的有很多，所以对于某个支撑压力位都有成功和失败。那么对于支撑位，它收盘跌破的那一刻就有可能构成成功的跌破，但是一般我们会给一个时间。就像我们在上节课讲过的，就是对于某个支撑压力位突破跌破，你看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就是到了那个时间点，它会验证一下本次的跌破的力度是否还强势，以及呢这次跌破大概率是有效还是无效。还记得我们说突破和跌破要看哪个时间吗？是1天、2天、3天还是4天？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写一下。就昨天我们有重新讲过一次，就是股价突破它不管是突破哪里一般来说你要看几天大结构的突破、小结构的突破，一般呢会在哪几天首次去短线验证一下它的突破的力度，是不是2天好，都回复2的都是之前听过的好，2天。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像这种没有跌破的，收盘都不破的，那它肯定是不够2天的。好像跌破了，收盘跌破了，跌破了前面的高点的支撑，所以跌破的收盘跌破的是第1天，就不管跌破那一天是怎么样的，它只要收盘跌破了，就算第1天。好，第2天是一根长上影线长下影线就说明开始有多方反攻了。我们说看第2天的原因就是，一般如果是假跌破，第2天容易有多方开始反看。只是可能后面反看是有效还是无效而已。那么一般第2天作为一个关键的 K 线，第2天去抄底就比较激进一般我们说最好是第2天的高点能够被突破，说明呢反攻力度是 OK 的。那你可以去短线先看一下是否是一个机会。所以如果第2天的 K 线被跌破之后，它有止跌现象，后续呢高点能够被很快突破我们说可以去做一笔股价的一个上涨。那包括后面又下跌了又跌破了，哪天跌破的？这一天跌破的，是吧？这一天跌破的，它是第1天，它是第2天。好，第2天呢是低开高走的 K 线，虽然依旧是下跌的，但是不是低开高走大幅的下跌然后上涨，它也是一个 IR 模型。好，股价后续高点是不是第2天被突破？所以呢，我们说这里呢，同样的也是一个跌破之后假破位的一个行情。像这里呢，跌破第1天，跌破第2天，第2天直接上涨，直接涨回来，那都不用看了，是吧？股价呢，直接我们说依旧呢向上的上涨。像不跌破的就直接看支撑不跌破的直接看支撑。所以当下我们就知道了，你在这里有一个区间是被辐射的，它是一个支撑，而这个支撑呢，当下还没有确认是一个有效的被破位过。所以目前的美股行情就在这一个区间上。以及这一个区间上我们要去看待市场当中的一个支撑和压力。价格一旦上涨到达上方的区间，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因为越往上靠，它的区间的上涨空间就越是稀少越是脆弱，这个多头越容易呢被反击。而如果股价下跌，跌到了这一个区间辐射的范围内我们说它就是一个震荡的下轨区间，容易受到支撑，越往这边靠，它的下跌空间理应是越有限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目前的震荡区间，一个上沿，一个下沿，能够明白吗？如果清楚明白，可以回复一个 OK。这是第一个当下的市场是一个震荡市场。震荡市场的特点就是上涨，它呢很难涨得太高，而连续的大涨上涨，短线就容易遇到高点。那下跌也是一样的，连续的下跌大跌，那么大阴线跳空，那么出现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一些
低点。IR 模型，IR 模型就是市场当中出现的大幅的跳空低开一般大幅跳空低开，比昨天的最低价还低开，就比昨天最低价还低的开盘，但是最后收到昨天最低价之上这个叫做 IR 模型就类似于这些比昨天最低价还低的低开，然后呢最后收盘是在昨天最低价之上叫做 IR 模型。是以前视频有讲过就应该是这一天的时候讲过，就之前这一天刚出现的时候有去发视频给大家去讲过，如果是想要学的，你可以看一下之前这一天的视频。好，刚才第一个观点就是震荡行情，那第二个观点也是我们昨天所讲的观点，就是目前的低点在抬高。那么我们说两个低点在抬高呢，它就是两点确认一条线嘛，所以趋势线一般我们就是用两点去划分的包括前面的高点，其实你说现在这个高点附近是不是压力也是没有问题的。你说阿哲我不知道这两个点位是怎么来的，但是前面的高点是不是有压力区间也正常，是吧？所以两个点我们说趋势线确认了一条线，但是两个点形成的这个线呢，它只是雏形，它只是一个趋势线的首次的构成，但是它不代表它有效。趋势线一般要有两个过程，一个就是它得要有两个点低点高点抬高或降低才行。那么画出这两个线这两个点之后的沿线，我要怎么知道它是有效的？就是它要被测试一下，就它必须要被测试一下。如果股价比如说像这一轮下跌，如果当时它不是跌到这里，它是往下跌到这一个位置，止跌而后上涨，那么说明这条线是有效的。但是当前的低点抬高呢，它只是两个点，所以呢它还不能说是有效的。所以目前来讲，我们需要有一次测试这一个低点抬高的趋势线是有效的。那么怎么做呢？就是本次的下跌它需要关注一下，就是这个地方能不能有止跌的动作，能不能出现一个反弹，就能不能在这里止跌。如果可以，那么我们说这一轮趋势线的构成它就是有效的。那么后续呢，我们就可以以此去认为市场在走一个上升的行情，就跟前期一样。前期呢，由市场的这几个高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下移？那么它就是一个下降的趋势线。下降的趋势线呢，被多次的测试过，这里出现了突破，但后面是失败的；这里出现了上涨，但是没有突破，是压力，是吧？这里出现了上涨，但是后面还是沿着它往下去运行。所以像前期的这一个压力线呢，是被多次的测试过，所以它是有效的。那这一个有效的压力线现在被突破之后又回来了，是不是说明这里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位是不是也是个支撑位？好，那么支撑位目前收盘被突破了或者被跌破了，那刚才我们说这一个位置跌破之后，接下来关键的哪一天，就接下来这个压力线变成支撑了，被跌破了，那么这是第一天跌破。那么在本周有5天的时间，请问哪一天会是有关于这一根支撑线的关键的确认的验证它是否被有效跌破的一个日子？是周一、周二、周三、周四还是周五？大家可以写在评论区。就目前这一根阴线下砸下来了，砸破了前面被多次测试的一个压力线，是吧？之前呢是被压力，后面被突破突破之后现在回来，好，它应该是一个支撑。好，那目前的支撑呢被收盘跌破了，那怎么还是2怎么是周二？为什么是周二？这一天跌破了呀，它已经跌破了，跌破不是第一天吗？不是，怎么没有人回复周一呢？阿哲看错时间了吗？今天还没开盘，这一天是跌破第一天，跌破第一天，跌破第二天，第二天是周一，第二天是周一我们说对于某个支撑压力位，它如果已经是有效了，并且还是被多次测试过的一些压力位支撑位那它跌破，现在跌回来了，跌破的第一天，跌破的第二天，是吧？之前呢，之前突破第一天，突破第二天，是不是出现了滞涨？这里没有突破，所以不算
啊，这里开始突破了，突破第一天，突破第二天，是不是下来了？是吧？好，那价格股价呢？一个上涨的动作，像这里其实重新站上第一天，站上第二天又下跌了，是吧？像这里我们把它算第一天由下往上的突破，第一天、第二天，是不是股价在这一天之后就出现了滞涨，就有压力啊，然后下跌。好，那么一样的，现在下跌，下跌的时候，我们说验证的那一天不是确认的那一天啊，这一天下跌破位的第一天是它，第二天是周一，所以周一的 K 线呢是重要的 K 线，周一的 K 线呢它的低点不要被跌破啊，就是周一的 K 线它的低点不能被跌破，它的高点能够被快速突破是最好的，那么我们才更加能确定这里能抄底。所以目前美股市场从指数来看，怎么去判定这里会成为一个技术性的低点或者说底部啊？底部可能会还早，我们说低点就可能是反弹低点，就以这种角度去看，那么就是得要有一根 K 线出现，因为今天是跌破的第二天，所以今天呢是一根关键的 K 线。好，这根 K 线不管它怎么走啊，不管它是继续往下跌还是出现了止跌都可以，它就是第二天。好，第二天它的高点要被突破，就只要走出这样的两根 K 线，我们就说这里呢是一个低点啊，是一个技术的低点。那假如它周二的时候没能去突破周一 K 线的高点，那么就还不能够认为这是一个技术的低点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观点再次说一下，就当前的美股何时去抄底可能会好一点，就至少要有两根 K 线啊。如果你说阿哲那一根 K 线能抄底吗？就周一出现什么情况下可以直接抄底？那可能就得要看有没有 IR 模型了，就是否会出现前期这种情况，就是股价可能大幅的低开，但是却收阳，但是它的收盘价却站在昨天这根 K 线的低点之上啊。我们说出现 IR 模型呢，你可以提前去买进啊，但是比较安全的还是等两根 K 线的高点。啊，高点抬高，收盘抬高啊是比较好的。好，这是当下的一个技术低点的一个确认啊，一个是比较激进的，就是看有没有 IR 模型。如果 IR 模型没有，那么就等到周二的时候去看一下是否出现买点。如果周二还是没有出现突破，那么就继续等，不要去随便的抄底，不要提前的去买进啊，这一点大家要注意。我们主要看收盘。啊，现在是现在不重要，我们看是周一收盘，周二收盘啊，等两天就行。这个技术低点等两天确认就行。如果周二的时候它的收盘价还没有过，那么就先不要抄底，继续等啊。这种下跌你不能说我直接下跌时去买进，虽然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震荡行情，是吧？我们知道是震荡行情，但是你哪知道这里跌下来它还会不会是震荡行情？如果刚好上面卖掉之后这一波下跌，如果它是脱离震荡呢？如果它真的去有效跌破下方呢？那怎么办？所以千万不要在这个位置可能是棒31的时候再次买进。很多同学呢有在阿哲视频的评论中评论到，就是阿哲你前面说这个上涨要获利兑现好，我去卖掉了，然后过个2天呢，我看到一个下影线，我就去买进了，刚好在大跌前一天看到一个长长的下影线，我就是去买进了。那么那不就是英伟达财报嘛？你可以这么去想，但是技术有时候就是巧合啊，就哪怕呢周二、周三没有英伟达财报，它也是这么去看，就是2天时间。之前的突破我们也是看了2天，是吧？目前跌破也是看2天。你说刚好这个2天时间碰到了这个什么消息面啊，那就是巧合啊，不是说没有英伟达财报阿哲就不这么分析了啊，这个有和没有都这么看啊。不管是有财报还是没财报，都要这么去看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当中出现长下影线，有同学说阿哲我高点卖掉了，这长下影线我就买进了。那请问这个长下影线出现的时候，它能形成买点吗？如果你觉得可以的，回复 yes 啊，不行的回复个 no。就是当市场出现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难道它就可以构成买点吗？这一个长下影线不管是高点不管是下跌还是上涨，其实一根 K 线往往不代表一个方向。我们之前说过，一根 K 线就单纯不看周期你
就如果你不要说这个看5分钟、30分钟啊，我们就说一根 K 线啊，就当成一根 K 线，你是没有方向的。那你要有一个方向出现，是不是得要有一个重心的上移或者重心的下移才行？那很明显，你说为什么要在这种位置提前去抄底？它的重心整体是下移的，它整体是下移的，包括这一天长下影线的时候，它也是在下移的。你除非说这一天不是大阴线，而是一根反包阳线啊，长下影线之后反包了，好，我可以去买进，那没有问题，是吧？你说一个长下影线出现之后，第二天是一个反包阳线，好，方向上是确认了啊，前面呢在下跌，啊，一个长下影线之后，第二天反包了，第二天上涨了啊，重心上移了，好，这个时候我说它这里是个低点，那没有问题，你去买可以，你去买进可以，但是还在走出下影线，整体方向还在往下移的时候，你不管它的下影线有多长，它的方向就还是在向下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这一天因为下影线去买进的，那么就很麻烦，那么就被套了。你好不容易高点卖出，那又提前抄底，又提前买进了啊，然后反而去承受了亏损。所以现在也是一样的，现在的一个价格方向是什么样的？是下跌的，是吧？那么阿哲说，阿哲你这个上期视频你说可以抄底的，那抄底归抄底啊，预测归预测，是吧？这预测归预测，难道你还真的是预测下周抄底，你直接满仓去越跌越买吗？那肯定不是。我们做交易先有预测，先有预判，是吧？阿哲预判的底下这个有支撑，又是震荡行情，这下跌怎么跌？它空间有限，所以我说下周大概率可以抄底。但是怎么抄底呢？你是不是只要等一个 K 线产生？你只要等一个止跌出现，等一个方向性的判定。目前就还是在下跌的，你不能说阿哲说抄底，你直接呢下跌买，你不知道它跌到什么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得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个抄底的预期，但是你要等那么一个动作出现啊，你要等那么个动作出现才能抄底，所以当下呢还是方向向下，所以不要随便抄底啊，等到那一刻产生时我们再去看，现在还没有，但是可以明确的讲，至少是要等一个动作，就是今天的收盘，就是你最好等一个动作，今天的收盘价啊，它我们写大一点，今天的收盘价它大于昨天，就是一个 K 线明显的方向，昨天的最高价，就今天的收盘大于昨天的最高，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方向性的 K 线。像之前比如说像这种价格高点在降低，是吧？它的高点降低，低点降低，很流畅的下跌。那么这种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出现的是什么动作？就它的收盘价是比昨天的最低价低的，这是一个很明显方向向下的动作，是不是？它的收盘价都比昨天最低价低，收盘比昨天最低价都低，这是一个很明显向下并且力度很强的动作。但是在长长的下影线之后，这一天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是不是我们说这一个位置开始，它的方向性才有一个确认，或者说方向才有可能转变？在此之前，你说每一天的收盘都比昨天最低价低，那就肯定不是一个抄底的好时机啊。所以你会发现，像这种下跌时，收盘价都比昨天最低价低啊，要么是收跌啊，要么收盘比昨天最低价低，是吧？你会发现都是这种情况。要么是收跌，要么低点降低，高点降低。好，那直到呢这一个位置出现了低点不降低了啊，是一个底分型了啊，但是它的收盘呢没有比昨天高。好，这一天开始收盘价比昨天高了，比昨天最高价都高了，说明多方还是蛮强的。所以从这里开始，是不是价格开始变得不一样？从这里开始，价格动能上是不是往上走了啊？所以你会看到。像价格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是不是价格方向将会有一定向上的动能？股价下跌时，找到一根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的，是不是它容易是一个反转的点，是吧？股价下跌时找到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的，是不是至少它方向是能够延续的，它的动能是比较强的。好，那么现在呢，还处于一个收盘价比昨天最佳低的。所以你如果更加安全一点，说什么时候更加好去抄底？
这根 K 线出现的时候，大概率就说明多方是转强了空方呢没有那么强了，所以这根 K 线出现至少呢是2根。你说阿哲周一就不能出现吗？你说周一出现的概率是大还是小？就周一出现这一根 K 线的概率是大还是小？觉得大的你回复个大，觉得小的回复小。就这种 K 线今天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都高，你觉得周一出现的概率是大还是小？是不现实就几乎没有可能。就你说今天直接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有可能吗？那波动得多大可能性太低了吧，不现实是吧？所以至少周一呢是要等的，然后周二呢要看一下，周二还不一定能成所以如果这种 K 线都没有出现的时候，你说什么时候去抄底，那就要再看一下要再看一下，至少现在不是一个时机至少你要看到周二强势一点，周二可能就有机会。好，这种确认方法它虽然不是100%，你说出现之后它一定能够上涨，但是呢大概率吧，在每一次大跌之后出现这种 K 线，它大概率多头至少是有一个反攻的意愿的。我们也可以再往前看一下，再看一下左边，比如说刚才我们看的是一个这个震荡行情是吧？其实像这一轮下跌也是的，这一轮大跌下来，什么时候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这一天嘛，所以价格后面至少有一个短线延续的上涨。好，那看前面这里呢，股价这一波下跌，现在被套了，你阿哲目前的观点就是下跌空间有限，但是如果你说现在被套了，阿哲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因为这跟不同的个股可能也不一样如果你说是特斯拉、英伟达这些个股略微被套了，那阿哲觉得问题不大。好，那么像前面的这个位置下跌，是不是它正常来讲也很难在下跌当中出现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的 K 线，是吧？那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一天出现的，就是一波大跌之后，当出现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的 K 线时，至少我们会觉得或我们认为多方是走强了。特别是在大跌的时候，正常这种 K 线是不容易出现的。如果是长时间下降趋势呢，就有可能出现，但是它不反转，因为下降趋势本来就就空头比较强，多头比较弱，它偶尔强那么一下是没有用的。但目前的美股整体是一个震荡所以下跌途中一旦出现这种 K 线在上涨当中的调整，以及呢在震荡行情当中空方不是很强的时候，我们说出现这种 K 线呢是还不错的，是吧？调整的时候，你看调整的时候出现，今天收盘比昨天最高高，虽然它不是一个最好的买点，但它的确定性呢会高一点。股价调整的时候出现收盘价呢比昨天最高价高当然呢有时候呢也是某些诱多行为会用到这种 K 线，但是至少在下跌的行情当中，首次出现的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的那根 K 线，一般去买进第二天可能给你收益以及给你逃跑的机会是蛮大的，不能说100%，但是还是蛮大的。你可以去回测一下近期的行情，基本上你买进之后，不是说第二天会套你，大部分呢还是会有盈利的所以这种 K 线产生，特别是在大跌之后的首次产生它很容易呢是一些反弹点，甚至是反转点感谢月亮同学的一个帖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内容。刚才呢，我们是把当下的行情再去回顾一下，也是昨天讲的部分内容，给大家再去提个醒。因为昨天有同学可能是没听到，所以阿哲呢去重申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进入到另外一个环节，在昨天的讲课当中，我们是讲到了一个技巧，这个技巧呢是跟指标的死叉、金叉有关。打开一下，那么阿哲呢把现在这个图表当中这个指标叫固比均线，我们等要批改一下昨天大家的作业。固比均线我们用这2条线3和5，然后我把这个颜色调得显眼一点，好，黑色和粉色可以。好，目前图表当中就是固比线的最短的周期的2根，一条是3，一条是5。我们昨天说过，在多方强势以及呢市场当中走势整体上涨时，这个方案是还行的。
你可以看到这种震荡行情和强势上涨当中，一旦市场出现了3天线和5天线死叉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一个位置上涨，它一直呢是多头排列，好，死叉这一天，往往在多头不是很弱或多头呢有一定反抗力度时，这种死叉很容易会形成一些低点啊。你看一下市场当中，我们把死叉标记一下，这一天是死叉 K 线啊，不是，我看一下这一天27号的时候啊，这一天不是死叉，这一天是好，所以最近呢这一天是死叉 K 线。这一天也是死叉 K 线，然后股价下跌啊，这一天是死叉，包括市场下跌，这一天是死叉，而后这一天是死叉，这一天是死叉，所以你会看一下，在一个震荡的行情当中，死叉 K 线出现的次数，大体呢1次、2次、3、4、5、6啊，如果没有看漏的话，应该就是这6次。好，就这6次，而你看一下死叉 K 线产生的时候，这一天是低点啊，这一个不是低点啊，这个不是低点，好，这是低点，这是低点，也就是说前面出现了死叉 K 线，前面的5次里面有3次啊出现的是低点，或者说反弹行情，或者说小低点，有2次呢市场，不对啊，这个没画对啊，这里不是。这里是2啊，那么加多1次，这里是一个低点附近啊，这个位置这一根是死叉，这是一个低点附近，那么就不是3次了，是4次。也就是前面的5次的死叉当中有4次，它不是低点啊，它不是低点，不是，它要么是低点，要么是在低点附近，只有这么1次出现死叉之后是还跌了2天的啊，还跌了2天的。好，那么我们再往远了看，比如说刚才我们看的是一个震荡行情，那现在我们看一个上涨行情，比如说前面这一波上涨，什么时候有死叉 K 线？股价正常来讲是2条线是并排着，黑色在上，粉色在下啊，感谢呢我们各位同学的这个帖子啊，谢谢大家，很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对频道的支持。那么阿哲呢，未来啊，这个会多多分享更多的一个方法和技巧啊，希望大家呢也能够一直的陪伴阿哲啊这个频道的一个成长，感谢大家的帖子。那么市场出现下跌时，哪天是死叉 K 线？是不是股价下跌这一天它是死叉，是吧？之前呢这个黑色线在上，粉色线在下，这一天是死叉。好，那这一天是死叉，那价格的走势，这一天是死叉，这一天是死叉。啊，股价下跌这一天是死叉。刚才震荡行情当中呢，啊，这5次里面有4次是低点。那么上涨行情、强势的行情，你会发现1、2、3、4、5出现了5次啊，固比线最前面2条线3和5参数的线出现了5次的死叉，5次呢都是低点。所以你会知道的是，在多方很强势的情况下，固比线短线的死叉有时候代表是一个空方的一个风险的释放，就是它上涨的途中呢，它一直在涨，那么它就属于什么？风险在积涨，大家的一个获利盘在堆积，那么它总需要呢一个关口去释放，就是大家呢有些人可能觉得要获利兑现一部分啊，有些资金呢可能需要调一下仓位啊，所以它偶尔在上涨当中呢会出现这种小幅度的调整啊，所以上涨呢不是一条线性的。它经常呢会有波动。好，作为这种小的波动呢，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识别。只要你发现一个股票它的固比线是多头，而每一次的死叉它可能在低点或低点附近，那么就说明你这只股票属于多方很强的一只股票，属于趋势很强的股票。那反过来，如果你的股票呢是处于固比线空头，并且每一次市场当中出现金叉的时候，它是高点，出现金叉的时候，它反而下跌，那么就说明你这只股票是一个空方很强的股票，这是昨天我们讲到的一点。那么举一个反例啊，特斯拉，讲一个特斯拉。好，它什么时候出现这种现象？就是金叉。你看这一天下跌死叉是见到了一个低点，就这一天的死叉，就2条线交叉
往下穿了，这一天是死叉，好，是低点啊，这说明呢它的多方当时还强，还可以。但是死叉这一天之后，它后面上涨是不是又金叉了？哪天金叉的？这一天金叉的。好，金叉之后，它的高点是不是反而出现压力了？就说明在这个位置产生了这个动作之后，说明空方变强了，空方变强了，而且金叉 K 线的低点被跌破了，是吧？好，那后面呢一直是走了什么？一直是粉色线在上，黑色线在下，所以一直是空头。那什么时候转多头，转成这个多头排列是哪一天？是不是这一天？所以这一天呢是一个金叉 K 线，但金叉 K 线特斯拉这一天又是一个压力，是吧？好，它的低点呢又被跌破了，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特斯拉这里也是一个空方强势。好，股价下跌啊，这固比线呢开始重新的往下走了，往下走过程当中哪天金叉的呀？是不是这天有所金叉？这一天应该是有金叉，接近金叉啊，应该是金叉了吧？我们看一下数值，这一天的黑色线是401.144，它的粉色线是401.276，啊，金叉了，是金叉吧？哦，没有啊，没金叉啊，这一天没金叉哈，没有金叉啊，所以它这一波下跌呢是一次金叉，两次金叉啊，而后股价下跌，所以你会看到这前面的两次金叉都不能够去引导市场上涨，而是反而走出了高点，反而是下跌。所以通过这两次金叉，你会知道的是，市场开始多方是弱的，每次金叉应该是多方走强的时候，它反而走弱了，空方走强了。好，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现在哪一天是金叉？是不是最新的这根 K 线是金叉？所以特斯拉走到目前这一根 K 线的时候，2月19号周三的时候，它又是一根金叉 K 线，3天线呢上穿了5天线，而这一天的股价走势，它的高点我们就要看一下，它有压力吗？会不会被突破呀？它的低点有支撑吗？会不会跌破呀？如果突破属于多方强，跌破属于空方强。好，那目前我们看一下股价走势，请问当下特斯拉的多方强还是空方强？觉得是多方强回复多，空方强回复空。啊，目前我们从高点下跌到现在，多方的走势有没有一个足够强势的表现？这里呢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可能周期呢会放得大一点，去关注多空的一个力量。刚才我们讲的，今天的收盘大于昨天的最高，那一个是单根 K 线、2根 K 线来看一个短线的多方的转强，和它呢级别会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的是，当下跌途中，强势行情之下，下跌途中啊，出现了这根 K 线反包了，是吧？收盘抬高了，哎，这个位置它略微冲高就下跌了。这里呢，如果去买进，那么我们就知道它的力度不够啊。但是呢，你说可以买吗？也可以。这一天呢，可以买，低点设防守止损就行。好，又下跌，又出现这种 K 线，是不是收盘比昨天最高就要高？我们说下跌当中，特别是大跌、当边下跌出现这种 K 线，你可以去搏一搏。它的概率性还是蛮大的，容易出现低点啊。前面这里呢止损了，好，这里是不是一波上涨？好，那股价后续下跌时这种 K 线是不多出现的。像这一轮下跌有出现过吗？有出现过一次，但这一个有点特别，因为它呢是有一个缺口在上面，所以它是一个有压力的。所以哪怕呢它稍微反包了一点，但其实缺口是没有补掉的。所以这种上方有缺口的反包呢，就小心一些。啊，大概率呢，它的空方还是比较强势的，而不能代表多方强。但你会发现，这种 K 线在下跌时出现、调整时出现，大概率是有低点产生，只是它的力度是不确定，但是低点的可能性比较大。像这里也是一样的，下跌时出现了，今天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那是不是低点的确认性是比较高的？后面市场是不是出现了反弹？这是通过 K 线来看多空，而在均线上。金叉这一天不能够突破，说明这一波价格的上涨，它大概率还是为反弹。所以股价走到这里，它本来应该突破的，但是它没有突破。如果突破，说明从价格上强势，从指标上，我们说从短期的均线来看，
它也会走强，但是它并没有，所以目前的价格走势还是空方比较强，空方比较强。你等一下特斯拉会不会有一次出现金叉的时候，它那根 K 线的高点还能够被突破，还能出现上涨，那个时候就是特斯拉明确的多方走强的时候，而目前还没有。但目前呢出现了一个死叉动作，那你就可以看一下特斯拉这一天的死叉 K 线。我们说怎么样去看出多方强呢？就是金叉之后还能涨，死叉之后它不跌。目前呢没有符合一个条件，就是金叉之后还能涨，没有符合。所以多方我们通过这一个金叉判定它不强，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机会，就是死叉 K 线。如果多方能够转强，那么它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死叉它不跌。如果这一天的死叉它不往下跌，它不去收盘跌破不去有效跌破，而是能够止跌，而是能够上涨，甚至呢能够把它给突破，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里空方也不强，空方也不强，那么整体将会进入个震荡，直到有一天选择多方强和空方强。之前上涨金叉没有上涨，没有突破，说明多头是不强的。而这一次呢是一个死叉，如果连死叉也不跌破，也是低点，那么就说明目前的特斯拉是一个震荡，多空之间是在徘徊。等到有一天你出现了金叉后能够上涨，或者说死叉后会下跌，那么才说明多方和空方胜负决出了。能够明白吗？听得懂的可以回复一个6明白的回复个6。如果还有问题的，也可以呢把你的问题写在我们的公屏上。就是当前我们通过这一个反弹的高点就知道了多方不强，但是最新所产生的死叉 K 线可以让你去判定空方强不强。如果死叉 K 线之后是下跌的，或者说明显还能下跌的，那么说明空方很强，这里的特斯拉的低点有可能会撑不住但如果这一个死叉之后股价不怎么下跌，能够有止跌那么则说明这个低点变盘高点变盘都发生了，那么说明它是一个震荡多空之间呢平衡的概率更大一点平衡的概率更大一点。然后你就看一下哪一天金叉后能够涨，死叉后不跌反而能够上涨，那时候就是多方走强，确定了这个位置多方走强。好，那么知道这一些内容之后呢，我们把昨天的作业拿出来看一下。这个作业比较简单，所以阿哲呢就简单点评一下。昨天做错的很少很少，大部分呢还是找的比较正确的。